以前的时候都是跟着您学买菜、学做饭，做一大桌子菜，等人徐医生回来吃，一等就是一下午，人家还不一定给面子。这是您第一次专门请我吃饭，我特别珍惜，怎么能空着手来呢？以后你想吃你就跟我说，我随时给你做。来，吃饭吧。好。徐阿姨，就咱们2个人，哪吃得了这么多呀？哎，你说最近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你伤心难过，多吃一点不？来，拿起筷子，来，鸡蛋，吃。您也吃啊？啊，您最近都瘦了。哎呀，我没事儿。来，虾仁儿，好吃啊，好吃吧？多吃。巧巧，哎，你是个好孩子。我当初在病房看到你照顾你爸爸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孝子。所以说，对父母好的人心肠一定不会坏。我这次把你找家里来啊，我说话就不绕弯子了啊。我做医生的家属呢，这么多年，我对医患关系还有医疗纠纷我非常的敏感。当初是你求清风做你爸爸风险这么大的手术，我是非常担心的。但是，我看到你一个女孩子千里迢迢的带着你爸爸来到这个城市做手术，我觉得你的孝心感动了我。另外，我还是觉得呢，你一个人特别不容易，我特别心疼你。这么说吧，当初做你爸爸这个手术，我们其实下了很大的决心。我都明白，徐阿姨，您是好人。巧巧，我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，你伤心难过，你可以来找阿姨，跟阿姨说，阿姨一定好好的劝你，好好的安慰你。但是你不能把气撒到清风身上啊，他是全力以赴救治你爸爸的呀。可我爸死在了他的手术台上。巧巧，你不能钻牛角尖儿。这个手术啊是有风险的。一句有风险，就可以随便治死人。您去买东西给您个残次品，您都不愿意，更何况这是一条人命。巧巧，你，哎呀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事故还在调查当中啊，对吧？你爸爸因为什么原因大出血，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呢，对不对？巧巧，你怎么能跟医院管委会的人说，是徐清风追求你不成，他故意不救你爸爸的呢？事情不是这样的呀，是我要让你们认识，我儿子还不同意，不是你怎么能陷害清风呢？我没有诬陷任何人啊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证的。你不能颠倒黑白、混淆是非呀！真的是我要撮合你们。对吧？你不能倒打一耙，那我不成了农夫，你不成了蛇了吗？我爸没了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完了。您就觉得徐清风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好，巧巧，你说吧。
要什么条件才能放过清风？其实，想解决这事儿很简单啊，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立刻撤回投诉。什么条件？让我做徐家的儿媳妇儿。你说什么？徐阿姨，我妈妈去世的早，现在爸爸又死了，奶奶因为这个事儿也中了风，医生说她的情况很不乐观，撑不了太久。因为徐清风，我马上就要成为孤儿了，除了嫁到你们家好好照顾我，你们还能怎么补偿我呀？可是，哎呀，可是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，怎么不可能？您不是说特别喜欢我吗？您放心，等我进了门，我一定把您当亲妈一样好好孝敬您，伺候您。我也会好好照顾清风的。以前的事儿，咱也不提了。哎呀，可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缘分断了。怎么，觉得我配不上您儿子？嘴上说喜欢我，心里却又瞧不起我，对吗？蓝俏俏，哎呀，你不能昧着良心说话。第一，医者父母心，徐清风绝不会害人。第二，我根本没有看不起你呀。如果我是那样的话，我就不会接纳你当初，我更不会把你带到家里来，是吧？你伤心难过，我特别理解，但是你不能陷害真正想帮你的人呐。徐老师，您今天要是来教训我的，我看这顿饭就算了吧。等您想明白了，欢迎随时来找我。还有啊，我做志愿者的时候，听说调解员都有录音的习惯，今天您也录音了吧？不是，恰巧我没。您现在心里很乱，有病乱投医，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也应该清楚，不经过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录音是不具备法律效应的。今天这音，怕是白录了。俏，啊，这样好不好？你看，我认你做我的干女儿，我一定把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对待。你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问题，你来找我，我保证我全心全意的给你解决。真的，我说到做到的。当干女儿行，当儿媳妇就不行。还说不是看不起我。徐阿姨，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，其他的免谈。俏啊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你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接受你做我的儿媳妇呢？而且清风怎么可能跟你结婚呢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这是等价交换，很公平。不结婚，他的前途就没了。你这何必呢？你这，好，就算我同意你跟清风结婚，可是你们根本没有感情啊！你这结婚有什么意义呢？意义可大了。要是结了婚，我就不用在这个城市飘着了，以后我也有了自己的身份，我就是大医院的名医太太了。您不知道，刚来这个大城市的时候，一下火车我就想，这儿的楼怎么那么高呀？这儿的车怎么这么多呀？这儿的人怎么这么有钱呀？那些白领每天早上喝着30-40块钱一杯的咖啡，吃着100-200块的早午餐，身上怎么着也得有件上万块的名牌。休息日的时候，要么去东区看画展，
要么去西区感受艺术。一个个嘴上嚷嚷着穷，嚷嚷着有压力，可是，一顿饭呢，就随随便便的能花掉几百上千块。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压力呀？同样都是人，我爸连看病的救命钱都没有。乔乔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不能因为这个心里不平衡，知道吗？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啊。有好多年轻人在这个城市，都在努力的工作，努力的奋斗。奋斗。你们在这儿有房有车有户口，你们的努力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你们的奋斗是锦上添花。可我呢，我做的所有努力，我的奋斗，我的目标，仅仅是让我爸爸活着，仅仅是活着，这个要求不高啊。我不怕吃苦，我可以努力。可就算我拼尽全力，我还是救不了我爸。我还是赤手空拳的来，一无所有的走。所以我想明白了，要想过得好，就要在这里扎根；要想改变阶级，就找个当地人结婚。徐清风这么好的条件，我要是错过了，那我不成傻子了。乔乔，你不能这么自私，你不能光为自己想，知道吗？你知道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把你请到家里来吃饭呢？是我也刚刚知道，清风在网上平台上有1500个病人手术的预约，本应该明天上午第一台手术就是一个19岁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如果不手术的话，就活不了几个月了，你知道吗？清风老跟我说：“妈妈呀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要努力的救活每一个病人呢？是因为每一个病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焦急等待的家庭，每一个病人都是别人的父亲、母亲，都是别人的子女，都是别人的爱人。所以救活了这个病人，就等于给了这个家庭希望。当初清风救你爸爸的时候也是这样说，也是这样想的。可我爸爸死了。乔乔，你不能指望大夫是神仙，知道吗？你不能指望他100%的救活每一个病人，你也不能说因为你爸爸的手术失败了，你就让成百上千的人没了希望。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样陷害清风，他的。
巧巧，我答复你，结婚绝不可能。我们家不受你的威胁。徐清风就算做不成医生，也不会答应你的黄绿要求。我更不会让你利用清风达到你的贪欲。好，我爸爸的死，我会追究到底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回家啊。我的徐医生今天怎么这么好啊？谈恋爱到现在一次都没接过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把之前没做到的都补回来。东西已经收拾好了啊。清风啊，停职是暂时的，一定要相信组织。我知道，高院长，我找您是想咨询一个事儿。哦，你说。我刚才路过专家栏看您的简历，您参加过非洲的医疗援助项目啊？哦，是啊。我也想去当志愿者，您能帮我跟非洲那边联系一下吗？现在是调查取证的关键时刻，你要去非洲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相信组织一定能调查清楚，还我个清白。那你妈妈跟雨晴会同意吗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我的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联系那边的医院。好，谢谢高院长。妈，这些都是雨晴从泰国给您买回来的。你看，香薰有安神助眠的作用，还有这些香料可以煲汤，你想着用啊。我越想啊，我就越觉得对不起你。我做调解工作这么多年，我觉得我自己看人一看一个准，我怎么在你的事情上我就犯糊涂呢？
做的好吃，您尝尝啊。啊，快，趁热乎吃，看着就香。做的真好。哎，削这个，削这个，削这个，快快快，削这个！哎，削这个，削这个！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还有这个，快快快，削这个，削这个！你看，在我的指导下赢了吧？别明白，耶！哎，蕾蕾，这冰果削是真好玩哈。好玩吧？哎，给我玩玩呗。下一关啊，爸，这一关我先给他过了。那行，你也别玩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房子过户的事儿现在什么情况？啊，我二姐男朋友出了点事儿，他现在焦头烂额的，根本顾不上我。不过房子肯定跑不了，就是早1天晚2天的事儿。主要是我们被你这二姐都诓了好几次了，我这心里头都有阴影了都。爸，您放心，关雨晴要是敢妨碍我们关家传宗接代，我爸肯定饶不了他。嗯，那就好。哎，天都这么晚了，咱这利润怎么还没到啊？哦，对呀，爸您别急啊，我问问。大志，今儿的利润呢，怎么还没到账啊？啊？爸，我上个厕所啊。哦。哎，哥们儿，不是吧？我这老郑还等着收钱呢。哎呀，哥们儿，我这正处理呢，要不你先把钱转给我，我再转给你岳父，回头我给你补上，省得让老人家担心，啊？哎，行吧，你赶紧的啊，这等着呢，这都。我挂了。钱。我这个2000块的利润到账了，你的收到了没有？哦，收到了。哦，哎，蕾蕾，我跟你说，这炒鞋这事儿啊，真是个好事儿。是，它终于实现了我躺在家里头就可以收钱的这种终极梦想。哎呀，哎，爸，啊，我觉得那房子那事我还得回去催催。哦，我不放心，要不这么着，您看这么晚了，要不我先送您回家。行，天这么晚了，估计也没生意了，走吧。啊，行。哥们儿，不是说好了给我转账的吗？怎么到现在都不转？行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我到你公司楼下了，赶紧下来吧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搞事情。我找人，郭大志没有什么郭大志，那701的人都跑了，我们已经报警了，警察会解决问题。他囤的那些限量版球鞋呢？哎，哪有什么鞋？没有鞋，他就是个骗子。我们已经报警了，警察会解决问题，警察会解决问题。这是签完字，然后确认一下这个电话联系方式啊。警察同志，您说像我这种情况，钱能要回来吗？这个得等到抓到嫌疑人之后才能知道。那什么时候能抓到人啊？这个给不了你准确的时间。那您这边有？我说你就等通知，我们会尽力办案。你在这耗着，也只会影响我们警察办公。
好吧，哎，放心啊。哎，谢谢。一会儿大家填个表。看看我们这，我们的结合表。过来，来。对，他这个是最大的。大志，我喊你一声志哥，你说你都要跑路了，居然还让我把车给抵押了。我一直都把你当亲兄弟，你坑谁都行，你不能坑我呀，兄弟。咱这样行吗？你把车还我，你还一半就行，咱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你看行吗？我去，你他妈还是人吗你？哎呦！哎，蕾蕾，回来了啊！爸，哎呦，你这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呀？不会有什么事儿了吧？没事，真的吗？你这眼神儿，你这表情，不像是没什么事儿的。爸，其实有事儿。就是房子过户的事，你也知道的嘛。你那二姐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吧？她又反悔了？没，她没反悔，就是上回这事儿没办成，我这心里老不踏实。这战线拉得太长了，这心累疲倦。哎，爸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回房屋睡。行，那你歇着去吧。喂，多云姐，我有一朋友是做新媒体公司的，他看到你之前的文章非常感兴趣，想跟你谈一谈之后签约的事情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这一旦签约，可能每天都得发布新的文章，一天都不能中断。你这以后休息的时间可就越来越少了。没问题，这个我能保证。对我来说，有个平台很重要。行，那我把他的微信推给你。好的，我会提前准备的。拜拜。拜拜。庆丰啊，哎，那边的救援医院都联系好了吧？联系好了，机票也订好了，后天就走。
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万事都要小心呐。我知道。您今天找我是啊，蓝栓柱的事情。这是公布给调查组的监控视频资料，不能带走，所以我让你在这儿看一看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。这是手术前一天晚上。你知道蓝俏俏给病人吃什么了吗？不知道啊。怎么还吃东西？按照医嘱，术前不能随便吃东西。我这就让负责蓝栓柱病房的护士过来看一下。高院长，我们俩是负责1到5号病房的。手术前一天，蓝俏俏给她爸爸喂了一些汤水，你们知道喂的是什么吗？应该就是一些流食。吃饭时间以外呢？晚上7点多左右。没太注意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高院长。再见。看起来真的要好好查一查，蓝俏俏到底给她爸爸吃的是什么呀？我也想知道，刚好还有点时间，我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。好，你去吧，有了结果及时通知我啊。好了，到了，老蓝这就这家。就这儿是吧？哎，谢谢大爷啊，不客气。谢谢。有人在家吗？你先喝碗汤吧。这煲汤的材料呀，是我从老家专门带过来的，里面有3七、枸杞、当归、红参，特别补。我经常炖给我爸喝，你也尝尝。3七功用：活血化瘀，改善血液粘稠度，改善微血管，恢复血管壁弹性，扩张血管。蓝奶奶，您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你奶奶她怎么了？托你的福，我爸没了，奶奶受了刺激，中风了。对不起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你爸住院时候的一些细节。徐清风，是你害死的我爸，你还有脸来找我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出去。我也很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爸死亡的。查来查去，你不就是想推卸责任吗？不敢承认是你的错，怕给你一把刀的招牌上抹黑，不是吗？
手术的前一天，你给你爸喝过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这很重要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经常给你爸煲汤，里边会放一些中药。你有没有放过？奶奶，奶奶，别碰他！奶奶，没事吧，奶奶？没事啊，奶奶。来喝口水，没事啊。没事啊。你满意了吧？啊，你不是要查吗？不是要问吗？不是要说吗？说呀。又不说了是吧？不说你就滚！滚！我告诉你，徐向峰，除非你能让我爸活过来，否则我跟你没完！你这辈子都别想当医生了，滚！滚！爸，妈，开门啊！你在没在家呀？爸，喂，哎呦，我可等着你电话了。我问你，大志这两天去没去你们酒吧？啊？不行，这人你必须给我找着，必须要给我找着啊！我那钱你先不说，你主要是我老丈人那钱，他要知道他赔了这么多，他得跟我玩命，他要。妈就喜欢你这帽子，特好看。关雨晴，可算让我逮着了吧？啊！不是什么逮着，哎，我没跑，干嘛？你再说你没跑，在房管所大门口，你跑得比飞机还快呢。那天我不是说吗？我有事儿，这样好不好？明天一早我再去一趟，行吧？不行，你明天又跑了怎么办？你要真有诚意，你今天就跟我把事办了啊！走，走，别，你先松手，松手。你姐都答应明天跟你去了，别耍脾气了啊！行了。是啊，现在天这么晚了，你去了人也关门了呀。哎，不理他，我们走。等会儿还有1小时呢，还有1小时来得及啊！哎，你等一下。你一定要今天就去办好吗？对，就今天，必须今天。理由呢？我信不过你。信不过我？我告诉你，我还信不过你呢。你是不是闯什么祸了？我闯什么祸了？你别废话啊，来不及了，你先走一走。什么来不及？你先走不走人？走一走累了。什么？爸爸，清风，你干嘛呀，徐清风？你也没过门呢，这我们关家的事儿，你凭什么插手啊你？就凭我是你姐的男朋友，是她未来的老公。找茬是吧？哎，你能不能你这动手的毛病能不能改改？别闹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刚才你姐已经答应了，我全都听见了。你干嘛非得今天要办呢？是啊，爸妈，你们偏心眼是吧？自从有了他，你们就开始向着关雨晴。哎，你们考虑过自己儿子吗？啊，哎，我不明白这儿子跟女婿到底谁是亲生的呀？啊，爸，你不爱我了吗？